随着10号一步步攀登祭坛，他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实力和速度，震撼了所有观战者。他在祭坛上的每一步都显得异常轻松，甚至在攀爬过程中还击败了其他强者，最终成功登上了第9层祭坛，并在那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罪。10号在祭坛上取得了至尊液，这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液体，蕴含着诸神的道，能够帮助修炼者提升元神。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至尊液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。就在10号准备离开祭坛时，他遭遇了突如其来的袭击。一个法轮封锁了空间，释放出数百件禁忌秘宝，意图将他置于死地。面对如此危机，10号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，一举破坏了法阵，并将袭击者击败。在得知袭击者的身份后，10号毫不犹豫地追击那些观战的神灵。10号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，如同一颗流星般砸落在石山上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他迅速锁定了目标，那些来自火云洞、妖龙道门、罗浮真谷等门派的神灵，他们因为之前的敌对行为而成为了10号的攻击对象。他的目光狂野而炽烈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。10号无视了一位真神的警告，继续他的攻势，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力量。他的攻击如同狂风暴雨，将对方的防御轻易击溃，即使是神火境的强者和真神也在他的面前感到了无力。他的一掌之下，数名强者被击败，身体爆碎，即使是神灵也无法抵挡他的锋芒。够了，你为何在这里杀人？难道不想进仙谷了，要剥夺你的资格？后方有人责问，几个古老道统的人沉不住气了。10号听到此话时，他不仅没有停手，反而以更加冷酷和霸道的姿态将剩下的敌人一一击溃，而后说道：你们说剥夺我的资格就剥夺，乱杀无辜，心性残忍而嗜血，你这样的人没资格进仙谷。有人斥道，来自妖龙道门。10号落在一座石山上，看着前方，有一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大气概，独对众人。有意思吗？你们虚伪到让人恶心。10号说道，平淡的话语让开口说话的真神脸色憋得通红，眼中喷火。10号在众目睽睽之下直面1周的民宿，不仅无所畏惧，反而以强硬的姿态折辱对方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他直言不讳地指责几个古教破坏规则，对他出手，这种直接的挑战和削面子的行为，无疑是对这些道统的极大挑衅。尽管10号之前在祭坛上的大杀四方，但各大古教都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们知道10号的实力不容小觑。可是10号并没有收敛，反而一而再地挑战他们的底线，这让古教的颜面何存？面对真神的指责，10号的回应简单而直接，滚！这个字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在了所有古教的脸上。在场的修士，无论是最州的人还是其他州的民宿，都被这一幕惊呆了。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敢这样对待神灵和古教，在10号身上算是见识到了。当古教的人试图反驳，指责10号嚣张，必让他受到惩罚时，10号的回答更加冷酷，我给你们说法，全部杀光。这种霸道和不屈的态度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寒意。10号的自信和力量，让他在众多强者面前显得无比耀眼。他的黑发飘扬，目光炽盛，仿佛有着无穷的力量在体内酝酿。他的话语和行动都显示出他对这些古教的轻视和不屑，他甚至挑衅让所有人一起上前与他对决。在天神的命令下，众多强者终于出手，他们的目光冰寒，杀气腾腾，全都准备祭出最强的宝术。10号却以更加狂猛的攻势回应，他的法相凝聚，神力如海，每一步都伴随着金色的海浪拍击虚空，这是极度鼎盛的一招，只有在古代传说中才会出现。10号如同猛虎下山，一往无前，他的攻击如同金色的海浪席卷前方，将一排排强者掀翻，让他们在虚空中皲裂，血光四溅。他轻蔑的嘲讽、真意和神火，在尊者境界时也不过如此，这是对他们的赤裸裸的羞辱。面对10号如此强大的攻势，有人祭出了秘宝，一柄以神禽鸟灰炼制而成的宝剑，威力无匹，足以杀神。面对天神法器宝剑的攻击，10号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以简单而霸道的一拳将其轰飞，展现出了他无与伦比的力量。这一拳的威力之大，甚至让宝剑失去了控制，不仅未能伤到10号，反而在人群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，让火云洞等古教的人震怒，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力和恐惧。10号的攻势如同狂风暴雨，他的每一拳每一脚都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，将前方的敌人一一击败。这让所有观战者都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势的尊者，仿佛在这里10号就是无敌的存在。在众人的围攻下，10号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，反而更加兴奋。他的脚下金莲遍地，伴随着火光呈现出异象，烈火中金莲，这些金莲如同仙剑一般射向敌人，造成了大规模的杀伤，让10号的威名更加响亮。面对天神的指责和挑战，10号没有丝毫的退缩，他强势回应，甚至一脚踏向天神的脸，展现出了他的不屈和狂放。在与天神的激烈交手中，10号不仅没有落于下风，反而在不断的碰撞中将天神的竞技法器宝轮击得暗淡无光，甚至在一次攻击中，10号一把攫住了天神的小臂，猛力一扯将其扯断，所有人都感到了10号的恐怖和强大。这一幕
无疑是对所有古教的强者和天神的极大打击。他们原本以为10号只是一个尊者，即使再强也有限，但是10号的表现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他不仅在尊者境界无敌，甚至能够与天神抗衡，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安。受伤的天神被自己的弟子们紧紧护住，而几大古教的修士们则是面色苍白。他们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，自己所在的古教居然会被一个少年如此横扫。他们曾经是天下的统治者，如今却在这个少年面前吃了大亏。随着2名新的天神的到来，场面变得更加紧张。他们并列走来，目光冷冽地注视着10号，与受伤的天神并肩站立，仿佛在向10号发起挑战。然而10号对此只是大笑，神采飞扬，他的轻蔑眼光中充满了张扬、傲慢与不屑，显然并没有将这些古教的天神放在心上。这一幕让在场的强者们愤怒无比，他们的脸色赤红，血气翻腾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。观战的修士们对这一幕议论纷纷，有人感叹10号的强大，猜想他未来必将登上绝巅，成为一代至尊。同时他们也在担忧自己的弟子和门徒，希望他们在进入仙谷后不要与10号为敌。听着这些议论和低语，几大古教的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他们清楚地意识到，今天他们不仅遭遇了失败，而且还是无法挽回的耻辱。他们是来自几个古教的强者，如今却在这个少年面前败下阵来，这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挫败和无力。醉血人，一位真神大喝：“啊，你这样肆无忌惮，是要挑战我们几个古教，来日要决一死战吗？”10号答道：“你说对了，他日我必一拜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真神斥道：“他知道这条路行不通，对方不会退缩。你再说一句试试看。”10号冷淡地看着他。当真神在呵斥10号时，他们的话语还未落下，就被10号的攻击所打断。10号的攻势如同烈火金莲，横扫一切，他的每一步都踏出了惊人的雷电，震得一些尊者焦黑，甚至爆碎，血雾蒸腾。他如同战场上的主宰，无人能敌。3位天神联手阻挡10号，但在10号的眼中，他们不过是3头废物。10号的霸道话语和强悍的攻势让3位天神怒发冲冠，但他们的怒火在10号的绝对实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10号的攻击如同上苍劫光，圣洁而灿烂，祥和而又内蕴霸烈。他的每一次出手都让3大天神感到了深深的威胁。他们的宝具在10号的攻击下变得暗淡无光，甚至被击飞。在10号的强势攻击下，3大天神接连遭受重创，血溅灵界。其中一位天神更是被10号的灭魂真击中面临着生命的威胁。这一幕让所有观战者都感到了震惊，他们无法相信一位天神竟然会在10号的手中受到如此重创。随着至尊古坛方向的钟声响起，考核结束，10号和其他尊者一起被送离了灵界。最周的道场内，考验落下帷幕，霞光闪烁间，数十万尊者被淘汰，只剩下1万名胜出者。那些离开道场的人心中充满了不甘与失望，但在他们的眼中却也闪烁着对一个少年的期待与好奇。这个少年名为10号，他在道场中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纪录，不仅获得了至尊业，更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击败了数个道统的传人和神灵。这一消息如同风暴一般席卷了整个修炼界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随着观战者的回返，道场外变得一片混乱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在猜测那位中了灭魂针的天神究竟是来自火云洞还是妖龙道门。一场考验竟然演变为与天神的激战，这种事情在修炼界的历史上极为罕见。几个古教的强者无法宁静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倒在地上，很显然是在灵界中受到了重创。妖龙道门的一位天神倒在地上，生死不明，而其他2位天神也元气大伤。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名字：10号。火云洞的天神愤怒地站了起来，他们想要阻止10号离开，但却无法进入道场。道场的阵法强大而古老，保证了公平，防止外人闯入。几个道统虽然强势，但面对这样的阵法也无能为力。天神们纷纷喝问10号的身份，但10号只是冷笑，并没有透露。他的态度轻蔑而自信，仿佛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切。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屈的战意，即使面对几大古教的威胁，他也毫不畏惧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道场的大阵开始转动，这1万名尊者即将被送入广袤的无人区。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地方，即便是强大的教主也可能在此陨落。但现在因为鲜花的出现，这里被祥瑞笼罩，成为了一片相对安全的区域。10号深吸一口气，感受着这片新世界的泥土和草木气息。他的出现让周围的尊者感到震惊和恐惧，他们纷纷退避，不敢靠近。10号的笑容虽然灿烂，但却让他们感到一阵寒意。突然10号感应到了一股柔和的波动，他抬头望去，只见天边出现了一抹仙光，那是仙道花蕾的征兆。尊者们激动不已，他们知道只有当仙道花蕾绽放时，才能打开通往仙谷的大门。上界的教主们传来声音，告知所有尊者，这一次有5000万尊者成功过关，进入了无人区。10号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了压力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。
教主们还提醒尊者们，仙道花蕾出现时，这片区域才不会出现意外，而平日里这里则是危险重重。尊者们分散开来，寻找自己的机缘。10号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天边的仙道花蕾上。第二天，无人区外围已经聚集了无数强者，场面壮观。各方大人物的座驾横空而来，有的喷薄瑞匣，有的半混沌气，甚至让天神都感到畏惧。这些座驾的到来，预示着上界最顶尖的力量都已聚焦于此，关注着即将到来的盛世。天国的战车，杀界之主的血色战车，仙殿的铜殿，这些象征着各自道统至高无上的存在亲临现场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与期待。这些人物的出现，不仅仅是为了观看仙道花蕾的绽放，更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这一纪元的结束，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，因此不愿错过。当世皇族、五行州的不老天尊等人物也纷纷到场，使得场面更加庄严肃穆。秦依宁和石子灵也在人群中，他们带着对10号的担忧与期待，希望他能在仙谷中取得辉煌的成就。秦族的人们对秦昊充满信心，相信他将成为仙谷中的一位至强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无人区中的尊者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，他们知道仙道花蕾即将绽放，通往仙谷的大门即将开启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些尊者已经获得了大造化，发现了不死物质，但这也引来了其他尊者的追杀。在这场争夺中，有人不得不使用破玉符逃离，这也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仙谷之旅将充满未知和危险。终于在第3日，天边的彩霞和仙光越发璀璨，祥和的气息弥漫开来，所有人都知道仙道花蕾即将绽放。这一刻，不仅仅是无人区中的尊者们，就连外围的巨头们也屏息以待，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即将绽放的仙道花蕾上，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。随着沉闷的古音般的巨响，仙道花蕾的大道在鸣动，整个天地都被一种祥和的气氛所笼罩，仙气在山河间流淌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舒适和神圣洗礼。然而，在这祥和的背后，也有危险的存在。一头巨大的红色毛发生物出现，其气息诡异而不祥，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威胁。这头生物的力量强大到令人震惊，它甚至试图吞噬仙道花蕾，但在花蕾绽放的柔和光芒下，这头生物最终不得不退走。仙道花蕾的绽放带来了光雨，这些蕴含仙道气息的雨点，虽然无法用手触摸，但却能增加尊者的寿元。这对于在场的所有尊者来说，都是一次难得的机缘。教主们对此羡慕不已，他们知道，一旦失去了这种不死物质，即使是最强的生灵，也将面临生命力的枯竭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上界的强者们开始讨论未来的不确定性。他们担忧，如果失去了不死物质的滋养，上界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天国之主、西方教主等都表达了对未来的忧虑，他们的话语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。突然，一声惊叫打破了沉默，所有人都转头看向无人区。一位大族的族长震惊地发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存在，劫天教主急忙结印，试图确认这是否真的。